超级漂亮的。哎，那边也在排队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啊？希望他是那家店的排队，不是我们的。我们去看。今天我们去吃泰国本地人都爱吃的王春盛牛肉小火锅。前面还在反向车道准备掉头的我们，就已经发现他们家排长队了，人气是肉眼可见的火啊！我们现在到了这家叫王春盛的这家店啊，门口都是人在排队啊。现在是2点啊，现在是2点。这家店在豆瓣上啊，不在那个 Google 上评分是4.5分。然后老板说半个小时以后就能进去，我们看看半个小时能不能坐进去吃到啊。给大家看看曼谷的公交车，没有空调的耶。叫号了，动起来！哎，那边也在排队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啊？希望他是那家店的排队，不是我们的。是我们。先看看别人都点什么菜，泰国人蛮少用筷子的耶。哎，还挺快的耶！现在是几点啊？好像半个小时都没有到哎。一开始让我们坐在了没有空调的这一间，但是还好我机智哎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坐进来了，而且我非常机智的坐到了里面的空调间。那老板真的是没有骗我们，我们好像排了半个小时都不到吧，20分钟左右。所以如果要排队的话，也稍微有一点耐心，马上就可以入座了。店里的装修比较陈旧，墙上挂了很多照片。这一张就是他们家的所有菜品了。这个小时，是吗？是小时。它好像还有烤烧烤。对的。Barbie? Barbie, yes. You want the raw one to cook by yourself or? Cook by 戴眼 myself. 镜的好像是老板，会说英语。OK. 其他店员好像就不太会说。哦，就加了水。还有一些调味料，鱼露啊、辣椒啊等等。你们去看。哇，这个火还在冒哎！这个锅子看起来像是涮羊肉的那种感觉。其实它的锅很小的，只要问他们要饮料，一定是这种满杯的冰才有这个。牛百叶。牛肉。这是牛肉。我们点的牛肉锅是吧？对。他说所有的料里面都有。但它其实分量不多的，小小的。牛肠。牛肉丸。当一汤都领啊饼。啊，我找过。牛肝吧，牛腩。牛腩看起来很好吃的。那这不是肺呀？牛肝吧。待会儿尝了就知道了。煮一会儿。就是一个小小的锅。这是牛肉，这是牛肉。拿壳的对比一下，它有多小？就是这样子的大小。拿我的脸。你的脸。我们先来喝一口它的汤。用灯汤跟汤过来吃了，太烫了吧？这就是牛肉汤。哎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还行，就是牛肉味蛮重的汤。鲜牛肉下锅，直接吃的。当然下了，面最后下。这是点的面，也一起下锅。裹满牛肉汤汁的面，诶，等一下，这不就是牛肉面吗？来个最爱的毛肚。牛百叶。牛百叶，毛肚是黑色。很爽脆。牛百叶好。这个牛腩看上去就很不错哎。上面有颗菜，好恶心。对，看上去就很嫩很厚。
汤汁里面已经吸取了精华，非常好吃，就吃原味的就行了。这个人还搭配米饭来吃。个人觉得这家要比上次我们在五里南西那一家好吃，它更入味一点，然后牛肉的口感也更好一点。但是我觉得它的丸子一般般，丸子一般般，但是肉类很 OK。它的内脏也很丰富啊，那家其实没有内脏，几乎没有内脏，除了牛百叶，但这家的内脏比较多一点。看下饭，一口肉一口饭。好吃到窜是洗干净的。七分熟牛肉。他们的装盘比较随意，但是肉类是真的好美味，尤其是牛腩，这一口下去简直是满足啊！我就喜欢吃这种部位，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小伙伴？超级漂亮的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，因为后面排队的人很多，就没有不好意思坐在店里面进行总结，我们就在车上来进行一个总结。那我们吃完了，一共是420铢。对，420铢，这个价格来说真的是性价比之王。我们点的是牛肉锅，牛肉锅里面有牛肉，还有牛肝、牛舌、牛腩、牛丸，还有牛肠。嗯，对对，还有牛肠，很特色。后面是什么？啊，那你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牛肉和牛舌不错，它的牛舌我觉得特别好吃，蛮嫩的，比较嫩，不会很老，不会说好像嚼不动一样。我极力推荐牛腩，因为它那个有带筋的部分真的非常的有嚼劲，然后油脂又很多，油的部分又可以入口即化，真的非常的推荐牛腩。然后我们最爱的牛百叶。牛百叶好吃，对，忘记推荐。哪怕是蔬菜，我觉得在里面也很好吃。它的汤底的牛肉味很浓，可以跟我们那个五里南那一家所媲美。对，我个人觉得它比五里南那家好吃一点。然后这一家其实本地人吃的非常多，人气很旺。我们其实前面开车过来，准备要掉头的时候，已经看到对面这家店在排队，全部都是。但是我们还在祈祷说，应该不是这一家，不想要排队，没想到还果真是这家。我也忘了。不过老板说排半小时。不过我们到的时候其实蛮多人排队，但老板说其实半个小时就可以排到。事实上我们排了可能20分钟嘛，差不多就到了。有很多人只是进去吃一碗牛肉面，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吃火锅一样的，好像吃的比较慢。他们有些本地人吃一碗面就走，所以他们的翻桌率其实是蛮快的。那个锅真的是非常的小，我本来以为它可能有大中小锅这样选择，没想到还真的那么小，那么迷你。如果是4个人的话，我看他们一般都是点2个锅的，所以分量还是比较少一点点的。因为我们有加菜啊、加肉啊、加牛百叶、加牛腩，但其实那个锅我一个人吃的话差不多，也不一定能吃饱。反正这一间是真的本地人一定会去尝的一家店，极力推荐各位去试试看，不要错过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再补充一下，如果开车来的话，停车比较困难，要转进旁边的小巷子里面哦。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一些啦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